最让人崩溃的往往不是坏人，而是那些看起来没问题的人。他们不会明着攻击你，甚至还会关心你，但在长期关系中呢，会持续的让你吃亏，甚至还会伤害你。这期视频我会分享3种隐性危险的类型，看完之后马上去筛选你身边的人。第一，无底线的变色龙。这一类性格表面上很亲切，看起来懂你，赞同你的观点，但这些呢，并不是发自内心的情绪。他们这么做是因为不喜欢冲突，想尽可能的回避负面的氛围。平时还好，一到关键时刻就不会站在你这一边，也会为了避免尴尬或是不愿意做的事说谎。所以他们不是在支持你，只是避免反对你，不是站在你这一边，只是站在没有冲突的那一边。有时候呢，普通人也会这样，但大多数只是表达方式变了，不是立场变了。有隐性的忠诚，还有基本的底线，不会在人物 A 的面前说人物 B 的坏话，同时又在 B 的面前说 A 的坏话。就算有，也是少数特殊的情况，一致性才是常态。但是无底线的变色龙就没有任何固定的立场，反差非常大，不只是配合，还会补充和放大。比如在人物 A 的面前说，我觉得 B 那个人真的非常的小气，上次怎么的，你说的真的是太对了。然后在 B 的面前又说，我从来就没觉得你小气，你只是有原则，我最讨厌没有原则的人。我觉得 A 就是一个这样的人，他简直就是怎么的。这就是有底线、有稳定的立场和没有底线、没有立场的区别。有一点变色龙倾向的人不算危险，没有底线的变色龙才是危险的性格。他们之所以这样呢，是因为避免不舒服的优先级大于关系本身，带有强烈的回避冲突的性质。为了迎合当下的情绪，能做出没有底线的事。怎么识别呢？因为这样的性格立场不是内在产生，而是外部决定，而且极度的厌恶冲突和被否定。所以看他有没有自己的想法，还是说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是不是很少有不同的意见，会不会快速的跟你对齐，甚至帮你加码，你说一点他就会说得更多更重。再看当你需要自己人的时候，他是否会站在你这一边，还是说会突然的变得很忙，低头看手机，突然想上厕所。第二，情绪过载的受害者。这一类人会经常提起往事，会讲到曾经有谁谁对不起他，自己怎么是一个受害者。刚开始的时候对他们会产生同情，但是时间久了会有一个疑问，为什么他们的世界有那么多的坏人？问题往往就在这里。普通人在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也会想，可能自己也有问题，或是这段关系本身就不大适合，这种叫双向归因。但是这一类人呢，很多时候都觉得是别人的问题，我只是被害者，这种叫单向归因。很明显他们做不到这一点，所以他们缺乏的是自省的能力。在跟他们相处的时候，一旦出现问题，你会变成下一个背叛者。怎么识别呢？看叙事的结构。如果每一段关系都是别人对不起他，每一次的失败都是环境的问题，从来没有一句我当时也有问题。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看他是否允许你不站在他那一边，你不用反对他，只要不完全的共情。比如问一下，也许对方也有他自己的考虑，这件事可能不只是单方面的问题。普通人听到这些呢，会考虑或是进一步的解释，但不会有太多的情绪波动。但是这一类人呢，情绪会立刻上来，开始防御或是拉你站队。第三，过度热情的社交投机者。在认识的初期呢，就表现出异常的热情，让你感觉到对方是真的在认同你、赞美你，有时候还会给一些超出关系的承诺、资源和好处，会让人对这种感觉上瘾。因为钱解决的是生存，认同解决的是自我价值。除非有很大的生存压力，大多数的人更在意被认同而不是钱，宁可少赚一点也不想被讨厌。社交投机者呢，就是瞄准了这一点。他们的策略非常高明，绝对不会用那种廉价的赞美，比如你真的太厉害了，这种就不高级。但是这么说呢，你这个点做的挺好的，一般人都不会注意到。
这样的话呢，好像又觉得有点道理。影响一个人的从来不是信不信，而是情绪有没有被爽到。多数人嘴上说不信，但是行为上会表现出更放松，更愿意配合。控制的核心不是让你相信，而是降低你的防御。只要少一点防御，多一点配合，多给一点机会，就能达到目的。他们只需要付出10分的热情，就会换取100分的回报。当你开始不好意思拒绝，觉得帮一下也没什么的，默认他是对你有好感的人，那这一刻已经被影响到了。危险的点是，当他们压榨不出价值的时候，冷掉的速度会让你怀疑人生。怎么分辨呢？看对方热情是否超出了当下关系的阶段，是否拉近关系的速度过快，有没有隐性索取的部分。他们不会直接要，但会出现轻微的试探，比如让你帮点小忙，希望你能配合一下。有时候看起来不多，但会不断的积累。好，以上就是最容易信错的3种人。筛选社交圈不是为了变得孤傲，而是把精力留给值得投入的人。善良本身没有问题，给错了人才会变成消耗。高质量的独处比低质量的关系更有价值。那你身边有这3种类型的人吗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下期见。